一大早在工位吃早餐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我占了别人车位，让我挪车。可我明明停在了流动车位，下楼以后就看到一个胖子冲我叫嚣，赶紧给我挪走，不然信不信把你车砸了。我不动声色地按下遥控，打开了车里的行车记录仪，然后笑了笑说不砸是孙子。胖子打开自己车的后备箱，拿出一根棒球棍，对着空气挥舞2下，马上给我道歉，不道歉我弄死你，快点动手啊，孙子！我淡定的表现把这男人气得发抖，你他妈的是不是不想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谁？你爸是谁？问你妈去，别赖我，我才27岁，没你这么大儿子。胖子抡起棒球棍狠狠地砸下来，本来是对着我的脑袋的，但我根本没动，像是在等死。胖子强行让棒球棍拐弯砸在地上，反弹的力特别大，他的手都麻木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上去了。别砸地面，水泥地挺硬的。我其实有点遗憾，这货怎么就怂了呢？把我砸死多好，毕竟我昨天刚被医生下了通知，晚期了只有半年时间了。被他打死还能给我妈拿一笔赔偿金。胖子气得快吐血了，他血往脑门冲，提起棒球棍对着我的车狂砸，好像那是我的脑袋。车盖车身被砸扁，车玻璃被砸碎。胖子力气真不错，火气也不小。砸完之后还踢了车身2脚。发泄完毕，胖子总算平湖了，敢跟老子斗，你还嫩了点。保安在旁边看呆了，我很淡定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有人砸车，快来呀，要出人命了。市中心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，附近警察局离这里不到1公里。5分钟之后，2辆警车到来，出来4个警察。胖子男人看到警察来了依然很淡定，似乎跟警察认识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个胖子应该是有什么背景，不然不会如此嚣张，背景也应该不强，真正强大背景的不会跑这里上班。警察开始各种角度拍照记录等等，显得很专业，公事公办。弄完这一切之后，开始问怎么回事。事情经过非常简单，警察问完之后关掉执法记录仪，我就知道正式操作开始了。你们这个事情属于民事纠纷，从张先生的描述中，他长期停在这个车位上，没有任何人质疑，说明这个车位的使用权是归张先生所有。陈先生，你霸占他人车位这是不对的，你们在同一栋楼上班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莫必要闹僵。我建议你给张先生一点精神赔偿就行，不多，象征性的给几百块，这个事情就此了结。陈先生你看如何？毕竟你们都是有教养的人，你也不缺这几百块。有犯罪记录不太好。警察说话的声音很温和，原来那个胖子姓张啊。我笑了笑说道，多谢张先生宽宏大量。警察先生，请问你知道物业给出的车位管理条例吗？不太清楚，车位是物业的，只要不用着违法用途，物业有权规定车位管理方法。既然不清楚，怎么变成我霸占张先生的车位？另外，砸车的是谁？我站在这里什么都没做，我怎么会有犯罪记录？张先生说了，你辱骂他的家人。张先生说的就是证据，你问过我吗？你问过旁边的保安吗？就算我辱骂他家人，也只是辱骂，而不是霸占他的车位吧？请问我的哪一条行为会产生犯罪记录？陈先生，您别急，小姑是我们警局刚来的，她毕业没多久，经验欠缺，她也是好心希望你们和解，您别误会。另外一个警察马上过来打圆场，你还是打开记录仪吧，公事公办。如果真是我犯罪，我认，该赔偿赔偿，该判多少年判多少年。我脸色很平静，让来劝架的警察更加心慌。他多年出警经验，知道越冷静的人越不是好对付的。姓张的胖子不屑地笑了，等着，进了警局，我看你还老不老实。警察打开车门，要让我和胖子上车。我拿出手机对着被砸的车拍照，不用拍照，我们这里有记录。警察安慰我，好的，稍等一下，我等记录上传完毕。什么记录？警察和胖子都吓了一跳，没看到他拿手机录像啊。我开了行车记录仪，从跟张先生交流到现在，记录仪一直开着，录像应该能作为证据吧？胖子脸色一下就变了，我是个程序员，习惯性把行车记录仪上的文件上传到网络，刚刚已经上传完毕。我有7个邮箱，每个邮箱都保留了1份，你们放心好了，记录不会丢失的。现在可以去警局了。我主动坐进警车，刚刚打圆场的警察坐进车里，低声问我刚刚看了，行车记录现在还开着，要关闭吗？关不关无所谓，消耗不了多少电。你那个记录仪什么牌子？录制的效果如何？我手机上也收到了1份，你看看吧，效果应该不错，挺清晰的。我把手机递给警察，总共15分钟的视频，4个文件，行车记录仪从4个不同角度录制的。警察还没看完视频，车就已经开到警察局。之后，这次出警的4个警察加胖子都看了视频，这算不算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？我网上搜索了一下，好像除了赔偿还要判刑的，刑期不长，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像小学生一样请教警察叔叔，我们只负责记录，判不判刑不是我们的职权范围。警察也很心虚，刚刚他们的表现是有问题的，这个视频如果放网上去，他们的职业生涯会受到严重影响。胖子听到被判刑有点忐忑，心想这回是被阴了，开口询问我可以给家里打个电话吗？还没正式开始审讯，胖子的要求得到允许，等了10分钟，胖子才进来，脸上的嚣张全部消失不见。很显然，视频如果公布到网上，胖子可能被人肉，那就会牵扯到他背后的所谓关系。对不起，陈先生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给您带来的损失我愿意赔偿，您看100万够不够？胖子男好像很有钱的样子，开口就100万。张先生，照价赔偿就行，我的车17万买的，折旧之后估计13.6万左右。车里的高保真音响设备是托朋友买的进口货，稍微有点贵，6万多。车里还有一张吸入式移动盘，是我这些年辛苦设计的程序，我前2天格式化了电脑，移动盘中就是唯一的备份。如果这个盘里面的东西丢失了，张先生可能要赔偿我，如果没丢失就不用赔偿了。今天我是没法上班了，我工资3万1个月，按22天算，每天工资大约1500块，需要我开收入证明吗？我谦虚的问。如果我要了那100万，就是敲诈勒索，数额巨大，足够判我好几年。我把理赔清单列出来，即使数字大一点点，也只是合理要求，毕竟赔偿嘛，比实际价格高一点点也是正常的，谁都不是傻子。胖子知道今天遇到狠人，他终于放弃坑我的想法。双方在警察
察叔叔的帮助下，和平友好的签订了谅解协议。张胖子赔偿我37.79万元，两人相互谅解，不得公开说任何不利于对方的话。签订好谅解协议，胖子也是爽快人，立即打款。3秒之后，我手机上收到银行发来的到账通知，还没走出派出所，手机响了。什么？东升派出所？我马上就来，最多半个小时。哪知道刚挂了东升派出所的电话，手机又响了。对，我是长丰派出所呀。上午我没空，下午3点左右吧，肯定来。负责审讯的警察和胖子都惊呆了，这人到底是干嘛的？还没离开派出所，又有2个派出所来电话，档期安排好紧。派出所常客呀，抱歉，业务繁忙，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我抱歉的给几位警察笑了笑，还特意朝着胖子点头致意。胖子差点哭了，我遇到的都是什么人啊？打车去了东升派出所，东升派出所就在我家小区旁边。进门才知道是因为昨天砸了广场舞大妈音响，但是老头老太义愤填膺，就是他，这下绝不能让他跑了，请保持安静，请放开手，大家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干扰警局正常工作。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把我和几个老人带到一间大办公室，老人们语速飞快，七嘴八舌，全都在控诉我如何恶劣。负责做笔记的警察差点崩溃，你们能安静吗？能一个一个说吗？你们这样说，我怎么做笔录？老人继续抱怨了几分钟，才慢慢停息下来。警察问谁先说，说的人要在记录上签字的。老人们一听说要签字画押，全都怂了，都让对方说。警察只好找我，要不你说说怎么回事吧？我们接到报警，说你昨天用铁榔头把他们的音箱砸了，严重干扰他们正常娱乐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小区有一小片空白区域，类似街心花园，几位叔叔阿姨喜欢跳舞，将路灯的电线拨开，撕拉乱接电线来播放音乐。小区除了老人还有很多小孩子，万一触电非常危险，刚好有小孩子路过，我怕把小孩电着，情况太紧急，来不及商量，被迫砸了音箱。这么说，你砸音箱的事情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当时太危险了，叔叔阿姨年纪大了，估计也没几年好活，他们被电死了无所谓，可是小孩子不能有危险啊，孩子是祖国的未来，是家里的希望，孩子们那么可爱，这种不顾小孩安危的事情真的是太缺德了，畜生才能干出这种事情，我真的非常痛心。现在物业也真是的，撕拉乱接电线也不管，电力公司的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这种现象也没人来罚款。哎，我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还没说完，已经把几个老人气得炸裂开来，这不是明摆着骂他们缺德，畜生不如吗？几个老人打算装心脏病发作，看了看天花板斜上方有摄像头，而且好几个，肯定在录像，只好强行忍住。他说的是假的，他就是讨厌我们跳舞，说声音太大影响他们休息，千万别相信他，请不要干扰我记录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，轮到你们做记录的时候自然会让你们说。警察也很头大，这些老人完全不在意规则，你调查个屁，你要是会调查就不会记录下来了，明明他在说谎你还写下来，你跟他就是一伙的，你收了他多少钱？一个老太太横行霸道惯了，有点口不择言。警察终于怒了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有录音的，你干扰正常执法，不管你年龄多大，干扰执法都可以被拘留。老太太憋得满脸通红，莫心脏病，憋了半天也没死。警察终于登记完口供，当然内容也被我描述成老人撕拉乱接电线，而不是跳舞扰民。警察问是谁撕拉乱接电线的，几个老人相互指责，都不敢承认是自己干的。老人之间开始内斗，让我大开眼界，这些老人不是齐心协力团结起来搞我吗？怎么内部斗起来了？警察带着我和几位老人一起回到小区，发现路灯的电源的确是被人拨开了，有人在上面装了一个插座，这证明我说的是真的。通知电力局的人过来，电力局的人也说这种露天插座非常危险，容易漏电，一旦下雨，漏电的可能性会翻倍。插座的位置非常低，小孩子很容易触摸到，老人们死活不承认是自己装的。最后电力局和警察都没办法，只好宣布下次再发现乱接插座，电力局的会罚款，警察会拘留至少15天。一位老人发出绝望的感叹：天啊，社会太黑暗了，都没我们老人说理的地方。我理都没理，转身走了。本以为今天的厄运总该结束了，哪知道下午公司空降了个新领导，临下班非要开会。我问领导，开发部几点上班，几点下班？江靖宇早就看好了时间，公司规定9点上班，6点下班，现在才5点45，你在公司待了多少年了，连上下班时间都不知道？听到这里我就明白了，新领导要立威，要杀鸡儆猴，我就是那只鸡，看来是早就了解好了。我性格懦弱，但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我为什么还要委屈自己呢？进入会议室我就直接开口了，江总，您不是说要问我项目为什么延期吗？计划的制定是根据工作量来的，工作量是根据需求估算的，您去服务器拉一下项目制定计划时候的需求和最终形成的需求，项目为什么延期不是一眼就看出来了吗？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需要找每个人单独开会，不是浪费公司资源吗？我的话完全超出了江靖宇的预期，明显是在说他这个领导连基本常识都不懂。我莫等江靖宇反应，看了看时间，江总，6点到了，我先下班，再见。说完拉开会议室的门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江靖宇气得七窍生烟，嘴都哆嗦了。工作这么多年，第一次遇到这么刚的人，跟领导对得如此起劲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必须开除他。江靖宇怒不可遏。我此时已经上了公交车，想着怎么把癌症的事跟妈妈说的时候，一个老太太上来了，走到我跟前说道：“我要坐这个位置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以为公交车没空位，正要站起来让座，看到旁边有空位，于是提醒老太太：“阿姨，这里有空位子，空位子是老弱病残孕专座，快让座！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？叫你让个座，你废话那么多。那个位置不靠窗，我不喜欢，快点！”我站不稳，司机不知道怎么开的车，晃动的这么厉害。老太太一手拎着塑料袋，袋子里装了3、4个苹果，另外一只手扶着椅子，看上去身体不错，手脚灵活。我经常给人让座，在办公室坐太久，有时候有座位都不去坐，想站站锻炼身体。也许老人想看外面的风景，我本打算站起来把靠窗位置让给他，哪知道老太太手中的塑料袋
突然砸在我头上，不让座，相不相信我再打你一次？老太太塑料袋中装了苹果，砸在头上隐隐作痛，人倒霉了，喝水都要塞牙缝。我发现这2天老遇到奇葩，应该是霉运缠身的表现。既然你这么猛，我就不给你让座，力气太小。我说了一句，然后掏出手机看小说。老太太明显被我挑起了火气，提起袋子对着我的头再次砸过来。我头一偏，勇猛的老太砸在我背上，这下力气大了不少。老人破口大骂，满嘴污言秽语。我开始外放罗刹海市，鼻子里还跟着节奏轻哼哼。这下可把老太气得七窍生烟。她提着袋子对着我的后背连续多次打击，就像在给我捶背一样，竟有点舒爽。旁边的几个人都看不下去了，阿婆，坐我的位置吧，别打了，你打了那么多次，别人都没还手。另外一个靠窗的座位上的年轻人主动要让他坐，少管闲事，我今天就要收拾这不懂尊老爱幼的东西。我是在替他父母教训他。我国的传统美德就是被这种人给丢光了。老太太气喘吁吁的训斥，然后双手握着袋子，要给我来一次猛的。学生模样的人气愤地说道：“他都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你再废话，我连你一起打！”老太太横起来，完全失去理智，见谁灭谁。中学生有点委屈，明显没被社会毒打过，这点事情就承受不了，眼圈都红了。我看着窗外，见要到站了，站起来对着老太太一笑：“你力气不错，砸在肩上特别舒服，比盲人按摩给力，谢谢。”说完，来到车门等车进站。老太太哪里受得了这气，她双手紧握袋子，高高举起，要使劲砸我。不料公交车进站减速，老人双手举着袋子，没扶把手，整个人向前扑倒，头撞在椅子脚边。老太太白眼一翻，休克了。我没注意到老太。车门打开之后，就迅速下车，隐约听见车里传来惊呼声，也没有在意。没想到后来有人把视频上传到网上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第2天刚到公司就被通知要开会，会上江靖宇清理了嗓子说道：“昨天我开了整个部门的大会，也跟部分重点项目的开发人员聊过，绝大多数员工工作态度认真专业，我非常高兴。但是也有极少数员工对工作敷衍不负责任，项目延期完成也不知道检讨，找借口的能力非常强，上班迟到下班早退，这样的员工是公司的害群之马。具体是谁，数据一目了然，这是开发部员工们卡刷卡记录。”江靖宇将电脑投影在会议室墙壁，墙壁上显示的是迟到次数。公司没有专门的考勤机制，尤其是开发部根本没人考勤，考勤的数据是根据员工刷门卡进入公司的时间计算的。迟到次数高居榜首的是我，上个月我不但迟到次数多，而且还有一半的工作日没刷卡记录，你怎么解释？江靖宇当众质问我，我像看傻逼一样看着江靖宇，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迟到次数这么多，还有好几天没打卡记录，你这是旷工，按公司规定，旷工次数超过3次就可以开除。我站起来说道：“你的意思是前面的领导都是傻逼，我旷工那么多次都没开除，对不对？”江靖宇脖子通红，额头充血，他本来就想拿我立威，见我如此桀骜不驯，在这么多人面前让他下不来台，差点当场失态。我不管你前任领导是怎么处理的，总之在我手下不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当众解释，如果不说清楚，立即开除。我坐下一言不发，神态很明显，懒得给傻逼解释。晨晨，你被开除了，收拾好东西走人吧。江总，开除我也要给离职证明的，谢谢。我不紧不慢的回答把江靖宇气得半死。秘书小优低声问了江靖宇2句，然后宣布会议结束。我没理其他同事探寻的目光，打开电脑登录到开发账户，打开代码嵌入日志，将最近1年的代码提交日志截图保存，再将日志导出保存好，发送到自己私人邮箱中。整个过程总共花掉5分钟时间。15分钟之后，人事部的人过来通知我，你被开除了，然后递给我一张单子让我签字。开除原因是我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，无辜旷工时间累计达到了51天，通知一式2份，我在2份上都签好字。人事部盖好章之后，我的公司账户被锁死，无法进入公司内部系统。我收拾好东西就直接走人。到家之后，我打开电脑，将自己向服务器提交代码的日志截图下载下来，将公司给的开除通知书用手机拍照上传到电脑，开始写邮件。我是晨晨，今天被开除，开除的原因是我旷工，1年旷工累计的高达51天。公司根据门卡刷卡记录确定当天员工是否上班，我有51天的上班时间无任何刷卡记录，那是因为我在公司连续加班，没出过公司。附件是我的代码嵌入记录，可以很清楚的显示代码提交的时间，有凌晨2点的，也有半夜11点的。代码服务器放在公司内部，物理隔绝外部网络，因此我不可能在家提交代码，提交代码的 IP 地址也是公司内网的。描述完事实后，我没提任何要求，把这封信发给了公司人事总监和人事部负责处理具体事情的同事。写完邮件，我躺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，没开灯，灯就没亮，就像没有生命，人就成了尸体。躺了一会儿，我将医院开的7、8瓶药拿出来，按医嘱吃了一大把药，药物的糖衣在我的舌头留下隐约的甜味，服药也是甜蜜的，就像人生，甜蜜中包裹的其实是苦涩。我从程序员堕落成心灵鸡汤大师，开始感慨人生。时间不久，公司人事打来电话，晨晨，你那个邮件我们总监看到了，你能来公司一趟吗？我身体不舒服，打算去外地散心，就不去公司了。是这样的，公司对你开除的决定有点仓促，赔偿方面都没谈，所以想让你过来补签一个赔偿协议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把相关文件给古红律师事务所，他们等下就来跟我签委托协议，我会委托律师过去谈。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，人事小女生说道，要不稍微等等，我把您现在的情况给领导说一下。好，我当然没找什么古红律师事务所，虚晃一枪，目的不仅仅是让江靖宇难受，也是为自己和开发部的其他同事争取利益。开发部7个小组，大家关系一直不错，程序员大多专注在技术上，没那么多心思去相互斗来斗去。如果不是因为肺癌，我还真舍不得离开公司。我并不恨江靖宇，这样做只是想让他知道，领导和下属大家各自安好，别以为你是领导就可以随便处置下属。10分钟不到，人事部的小女生电话又
又来了，晨晨，你有什么要求直接给我们说，莫必要去找律师。领导说了，尽量满足。一，让江靖宇给全公司员工发邮件，承认开除我是错的。二，让江靖宇在开发部开会，公开向我道歉，我会转告的。6点之前我要知道结果，如果没结果，我默认公司拒绝我的要求。挂完电话，我觉得神清气爽，不知是药物起作用，还是开除的事情在按照自己预期的方向走。没等到6点，电话响了，接通后听出来是江靖宇的。晨晨，我是江靖宇，我向你道歉，没充分了解情况就对你做出了开除的决定，是我不对，在这里郑重向你道歉。开除我的时候是公开的，道歉我也希望公开。我已经撤销了开除你的决定，希望你能回到公司上班。我已经有新工作了，回来就算了，你的道歉我也不接受，因为没公开道歉。说完我主动挂了电话，江靖宇气得差点把手机捏碎。他已经找到新工作，说明他早就想离职。你离职就离职，你故意激怒我，给我挖坑，无耻！有你这种人存在，简直是程序员的耻辱。公开道歉是不可能的。他江靖宇来公司不到1周，就公开给手下员工道歉，威信全无，还怎么管手下的人？道歉电话是打了，当着人事总监打的，如果不打，晨晨把这个事情搞大了，影响公司形象。晨晨不接受道歉，江靖宇说他提了什么条件？人事总监也有些头大。江靖宇纠结了几分钟，还是说出了我的要求，他要我公开道歉。人事总监不是傻子，他知道了江靖宇的难处，两人聊了半天，最后弄出一个协议。晨晨因为个人原因辞职，公司感谢晨晨这些年的辛苦工作，赔偿晨晨12个月的薪水，这是人事部能弄出来的最大赔偿金额。除此之外，他们没想出更好的方法，毕竟一旦打官司闹大了，不知道最后会弄出多少事情。我接到人事部通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。行，我明天去签字。我税前3万块月薪，12个月工资就是36万，因为是赔偿金属于损害补偿，也不用交税，算是一笔意外之财。我心里给江靖宇点了赞，这货沙雕气息浓厚，领导脾气爆棚，让人欲罢不能。从公司出来以后，我算是彻底自由了。想了想，还是回老家一趟，事实总要面对，临死前至少要把妈妈安排好。可是在村口被村长拦住了。晨晨啊，你今天回来是为小表妹的事吗？小表妹？你说的是齐淑兰吗？她怎么了？村长叹了口气，欲言又止。齐淑兰是我舅舅最小的女儿，从小就成绩非常好，考上了县里重点高中，现在是高2下学期，明年应该能考上大学的。齐淑兰出什么事情了？村长叹了口气，齐淑兰长得漂亮，被高2系班的一个男生骚扰了。这个男生是留级生，报警之后，男生家长拿出医院开的证明，男生有抑郁症，还有精神分裂症，患了这种病可以不用承担法律责任。齐淑兰被骚扰后，吓得再也不敢去学校。听完我顾不得跟村长寒暄，开车去了舅舅家。看到表妹齐淑兰的时候，我很难过。记忆中的齐淑兰梳着辫子，带点婴儿肥，脸蛋红扑扑的，很活泼。眼前的齐淑兰头发很乱，脸色苍白，基本没什么血色，双颊凹进去，眼窝深陷，双目无光，比我还像具行尸走肉。听到有人敲门，齐淑兰惊恐万状，从门缝中看到是我才敢把门打开。我没敢直接问齐淑兰的情况，偷偷问舅舅，那个畜生在学校里要强奸淑兰，淑兰在女生寝室，衣服都被撕破了，要不是有老师过来巡逻。舅舅简单描述了一下情况，警察怎么说？警察来把那个畜生抓走了，很快就放回来，说他们有大医院的证明，是精神病，还有抑郁症，这个不算违法。舅妈在旁边补充，兰兰吓坏了，不敢去学校，天天做噩梦。我知道了，1周之后让淑兰去学校上课，其他事情你们都别管。舅妈，我给你转1万块钱，你买点好吃的。兰兰太瘦了，我本以为这个世界除了妈妈，其他人不值得牵挂。看到齐淑兰的瞬间，我一阵揪心的痛，原来这个世上值得我牵挂的人还有很多。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但帮他们解决一下问题也是顺手的事。第2天我就杀到了学校，听到我的来意，孟校长脸色变了，起身把房间门关上。齐淑兰的事情我是知道的，我们也报警了。魏军家有医院给的证明，还有医疗记录，他是精神病和抑郁症，这种情况警察也没办法。他们给的证明学校有备案吗？学校也有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马上找给你看。孟校长也不知道拨打了个什么电话，一个女秘书拿着一叠资料过来，材料不多，就7、8页，有就诊记录，有专家签字，的的确确显示魏军是精神病和重度抑郁症。你看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，虽然是复印件，原件我也看过，医院有盖章。孟校长说知道了，谢谢孟校长。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开除魏军？魏军是抑郁症，如果开除，万一出什么事情，学校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我笑了，是魏军的父亲魏长发给学校捐款了100万，学校不愿意得罪他吧？既然你不主动开除，那就别怪我上手段了。孟校长说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些都不能成为开除魏军的理由。我说我去找魏军的父母。说完拿出手机，对着材料很认真的拍照，然后发到邮件中备份。离开校长办公室，我去了旁边不到200米的一栋别墅前，这是魏军的家。进门时我很有礼貌地说我叫晨晨，来找魏军同学的家长。开门的女人进去说了几句，又出来把别墅的铁门打开，让我进去。一个富态的中年妇女走出来，你好，我是魏军的妈妈，请问你是学校的老师吗？我笑了笑，我叫晨晨，不是学校老师，我也是县中毕业的，算是魏军同学的学长吧。女人很有礼貌的微笑，你一定成绩很好，都是老师教导有方，县中的老师水平高又用心，学不好的就只能怪自己了。我话说完，女人脸上的不快出现，陈先生喜欢喝点
点什么？白水就行。一杯白开水放在桌子上，我没有喝，我是齐淑兰的表哥。女人一脸疑惑，你的儿子魏军在学校想强奸我表妹。陈先生笑话了，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情，那只是他发病了。当然，我们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，需要赔偿多少钱？陈先生说个数字。女人说话滴水不漏。我说道，不要钱，我要魏军退学，永远不要出现在县中。一个嚣张的声音忽然出现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让我退学？相不相信？我现在就弄死你！我不用猜就知道是魏军回来了。我扭头看着魏军，想要把这人的样子刻在脑海中。魏军2步走到我面前，看什么看？老子有精神病证明，精神病杀人都不犯法，更何况强奸。齐淑兰早就被我看上了，她跑太快，下次就没怎么容易逃。这女人不乖乖的配合，竟敢反抗，贱货！我没理魏军，淡然的看着女人，再问一句，你同不同意他退学？女人看着不争气的儿子，皱着眉头说，小军说了多少次，在客人面前要有礼貌。说完转向我儿子毛病不少，但是退学的事情就不用商量了。我起身，再见，别走，老子弄死你再走。魏军非常嚣张，他妈也管不住他。我走出门，还传来魏军的声音，老子随便叫几个人就可以把他弄残，敢来我家耍威风。我在10点之前找到了一家打印店，把手机中拍好的照片打印出来，又买了10几张厚实的牛皮纸，去油漆店买了红漆。我开始忙碌起来，写字、录音，买了超大喇叭，一切准备就绪。都快晚上1点了。第二天，我早早来到学校门口，拉出用大幅牛皮纸，牛皮纸上用血红的油漆写的大字，为了钱，学校不顾全校师生安危，让有杀人风险的精神病患者上学。接着，我把数百份材料拿出来，见人就发。除此之外，再启动高音喇叭开始播放。这东西比广场舞的音响功率还大，声音直接覆盖了整个校园。各位师生请注意，高2、7班的魏军是一名精神病患者，他随时可能会做出杀人和强奸的行为。精神病患者杀人是不犯法的，请大家注意安全，戴好安全帽再上课。喇叭的声音高昂刺激，让正在早读的学生全都听见了。魏军在座位上气得破口大骂，草泥马，老子要杀了你个狗日的！播放了20分钟左右，我就关闭了大喇叭。等材料发的差不多了，我换了播放内容，把播放机和大喇叭搬上车，在县城街道慢慢开车，开向教委，继续播放着相同的内容。到了以后，我把车停在教委门口，反复播放。很快有人过来让我别放了，我把检举材料递给了教委，顺便说明一下，2天之后如果魏军还在学校，我会上市教委检举你们县教委不作为，顺便向全网公布。你能先把大喇叭停了吗？接待人员快被喇叭逼疯了，我体贴地关掉了喇叭。没多久，几十个家长带着愤怒在学校抗议，在教委门口抗议。教委的速度很快，上午10点不到，安排了好几个人去县中。中午12点，学校食堂大喇叭开始广播。经过查实，高2、7班的魏军同学患有严重疾病，不适合继续学习，现给予劝退处理。魏军是被他妈接回家的，一路上魏军都在破口大骂。不久后，几个警察和医生出现在魏家别墅。何俊娟感觉不太对劲，你们找谁？走在前面的医生说道，我们得到举报，说你们家有位叫魏军的人，有严重精神病、神经分裂症状，这种情况随时会攻击他人，不适合在家休养，必须接受治疗。何俊娟马上解释道，没这回事，我儿子很正常。警察很严肃地说，抱歉，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信息，我们查了精神病院留的记录，你儿子的病情非常严重，隐瞒病情对你和病人都不好，如果不配合，我们会向法院申请剥夺你的监护人权利。魏军看到警察一点都不怕，好多警察来找过他吧，态度可好了。魏军很淡定地说，我就是魏军，你们找我干嘛？咔嚓几声，警察把魏军铐上，魏军脚乱踢，你他妈的疯了吗？抓我干嘛？病人病情严重，已经发作。旁边的白大褂说，几个男医生和警察一起把魏军按住，一个护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针管，一针扎下去，魏军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叫声和辱骂声。药物推进后，魏军依然在使劲挣扎，我没病，老子要弄死你们！因为是肌肉注射，10几分钟之后，镇静剂才起作用。魏军被五花大绑，绑在担架上，送往医院，请签字。医生拿出一个本子，让何俊娟签字。何俊娟气得手发抖，过了好一阵，才控制住怒气，签好字。李厚恒是县城的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，他看完病历后，对身旁的几个医生说道，病人有轻度幻觉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，先开一个疗程吧，一个疗程是1周。魏军一听，破口大骂，李厚恒，你他妈的想死啊！老子出来要弄死你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闻言，李厚恒说道，立即治疗，把其他病人的治疗延后。魏军被弄进治疗室，治疗室的隔音效果很好，只有隐约的惨叫声传出。经过半个小时的电疗，魏军杀马特造型的头发变得更加明显，头发精神多了，跟精神十足的头发相反，他整个人萎缩下来，不骂人了。一个护士过来要给魏军吃药，魏军当然不想吃药。2个男护工过来，神色不善，如果不想被电击，就老老实实吃药。护士明显是在威胁。闻言，魏军直打哆嗦，7、8颗药，魏军没有半点犹豫，一口闷。魏军以为吃完药就结束了，其实这只是开始。刚进来处于治疗前期的病人都需要捆绑，魏军半躺着被捆绑在床上，他扭头就看到窗户外面我的脸，我脸上带着得意的笑，说多讨厌有多讨厌，还朝着魏军勾了勾手指。魏军哪里受得了这种挑衅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晨晨我操你妈，阴人算什么东西，出来之后绝对要杀你全家，一个不留，我操心耗你妈。魏军一边说一边使劲用脚踢，踢不到任何东西，就只好用脚后跟撞击床板，发出咚咚咚的沉闷声音。外面的护士听见声音，立即报告给主任医师，病人情况严重，需要加大电击剂量。医生很快给出结论，2个男护士过来推着魏军的床往治疗室方向走。魏军明白他再次被我阴了，吓得全身发抖，用尽全力挣扎着想起身，被男护士强行按住。何俊娟也赶到医院，看到儿子被如此粗暴对待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冲上去就要拉开护士，请不要干扰我们正常
常治疗。一个医生过来，什么正常治疗？我儿子没病，你们要对他做什么？何俊娟怒斥医生，电击治疗，这是治疗情绪不稳定病人的常规操作。什么？你对我儿子电击？医生很耐心的给家属解释，对，第一次电击完成后效果不明显，我们刚加大了剂量，不解释还好，越解释越让何俊娟受不了，她又是难过又是气愤，当场炸裂。何俊娟尖叫起来，不行，马上给我停止，我要投诉你们，杀人了呀，杀人了！医生冷静的叫了几个保安过来，同时说道，如果你继续闹，我们可以认为你精神分裂，你儿子的症状很可能遗传自你。闻言，何俊娟立马闭嘴，强忍着难受，听着治疗室隐约传出的呐喊声，她紧咬着牙关，怕一张嘴就尖叫出来，整个人全身紧绷，差点憋不出气来。最后她选择给李主任打电话，我正在忙，你去703房间等我。李主任没直接回答她的话，何俊娟等了半个小时，李主任才出现，压低声音给何俊娟说话，魏总是我老熟人了，我就把话说到明处，精神病是特殊疾病，上一次魏军骚扰女同学，那个证明是我开的，怕有人查，所以就医记录都有，但是有个漏洞，没给他开药。患有这种疾病的人不适合在公共场合的学习生活的，这些情况几个月前我也给你和魏总都说过，这次魏军又出现骚扰女同学的情况，比上次还恶劣，都差点得手了。精神病人必须服药，必须治疗，如果不治疗，就说明这个证明是假的，我会担责任，开假证明，我可能会坐牢，职业生涯基本上彻底完蛋了。同样，魏军没精神病，对方如果起诉，就是强奸未遂，也会被判刑。如果治疗，按现在的正规方案，第一周药量和电击剂量都会很大，后面几周会好点，可以只服药，但是至少也要1个月。闻言，何俊娟脑子飞快转动，可不可以只开治疗方案，实际上不治疗，比如弄到电击治疗室，但是不电击，也不服药。李主任说道，负责电击的医生有7个，负责帮忙服药的护士有20几个，都是轮岗，除非魏总能搞定所有护士和医生，否则万一有人说出去也会有问题，即使你把这些人都搞定了，也不一定能成功。那个叫陈晨的人随时在医院逛，他是以受害者家属身份出现的，他有权观察侵害者的情况，万一被他抓住把柄，估计会闹得更大。我看到他用手机录像过好几次了。何俊娟无奈地说道，谢谢你，李主任，我找老魏想办法。李厚恒好心提醒了一句，记得把医疗费缴了。这句话让何俊娟差点当场吐血。1刻钟后，在未来酒厂的办公室，何俊娟哭诉着说道，你想办法让那个陈晨闭嘴。魏长发觉得可笑，这事儿简单，要么给钱，要么让陈晨不敢说话，讹钱讹到我身上来了。不想想我魏长发是什么人，我这2天没去找魏军父亲，我怀疑有人盯着我，所以选择了住便宜的宾馆。而这时宾馆的店前台通知我说有人来找我，我来到楼下，见一工人模样的人，穿着工作服，上面写着未来酒厂4个字。工人问，你好，请问你是陈晨吗？我反问，魏长发的人。工人明显愣了一下，马上说道，对，魏总请客，想请你去天福楼酒店聊聊天。我说直接回道，带路。魏长发在天福楼2楼的包厢，房间里有5、6个人，其中1个人叫郑建义，以前混社会的，现在帮公司催账，其他几个人是郑建义的手下。我进来后完全不管别人吃人的目光，看着旁边有空位子直接坐下。这时郑建义说道，兄弟喝白酒还是啤酒？我看了看满桌酒瓶说道，魏老板找我来谈事情的，不是来喝酒的。郑建义啪的一掌打在桌子上，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，老子同意你做了吗？你竟敢坐下！我冷冷地说，谁是魏长发？我靠，魏总的名字是你叫的，相不相信我马上弄死你？郑建义站起来，马上要动手打人。我提起啤酒瓶，对着桌子边沿使劲砸下去，哗啦一声响，瓶底碎裂。郑建义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拿着锋利的啤酒瓶对着郑建义脸上扎过去，郑建义迅速往后躲，脸上被玻璃划伤，鲜血长流。我没有停手，一把抓住了郑建义的头发，另外一只手上的玻璃瓶对着郑建义喉咙扎过去。等等！魏长发大吼一声，我停手！锋利的啤酒瓶玻璃已经划破郑建义喉咙外的皮肤，血缓缓流出，只要推进一点点就会扎破气管。郑建义吓得发抖，魏长发比郑建义抖得还厉害，他堆满笑脸，陈哥有话好好说。我问，想弄死我的还有谁？此时全场鸦雀无声，呆愣半晌后，魏长发发话了，他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，都是我那儿子不争气，惹陈哥生气了，我自罚3杯。说完也不管我同不同意，一口干，然后又倒满，连喝3杯。我将酒瓶从郑建义的脖子上拿下来，同时说道，找纱布包扎，注意消毒。随后郑建义撕开桌上用来擦手的湿毛巾，压住脖子上的伤口。魏长发挥了挥手，你们都出去吧。郑建义和手下的人灰溜溜的出去，只剩下我和魏长发。魏长发小心翼翼的说道，20万作为赔偿。我简单的回他，不够，要多少钱？不是钱，我是说光赔钱不够。陈哥，我儿子才18岁，请高抬贵手，我要他在精神病院待半年。我说完直接推开包间房门走了。第2天，何俊娟又找到我，叹着气跟我说道，我今年46岁，陈先生年龄不大，我叫你一声小陈没问题吧？我说随便。何俊娟快要哭了，小陈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孩子，我儿子魏军在精神病院，每天被电击注射药物，还大把的吃药，这些药精神病人吃了没事，正常人吃了也会变成精神病。我这个当妈的心如刀绞，我表情冰冷，我表妹在家天天做噩梦，都不敢上学，这都是你那精神病儿子害的。你儿子是人，你当妈的心如刀绞，我舅舅和舅妈不是人，他们不心如刀绞。何俊娟纠结地说道，这个事情是我儿子做错了，我们魏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我马上安排人给齐淑兰同学补偿50万，你看够不够？我把手机拿出来放桌子旁边，何俊娟一看知道对方担心录音，她也把手机拿出来解锁递给我让我检查，还顺便拍了拍全身表示自己没录音。我没检查对方
方的手机，也没要钱，但是说出来的话让何俊娟大吃一惊。有人出60万让我守着你儿子，直到真正变成精神病为止。何俊娟念头飞转，70万，小陈，你给卡号，我马上转钱给你。我不要你说出来是谁让你做的，只要你停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出60万的人现在还没给你钱，要是成之后再给，对不对？我说道。重婚罪可以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按我国法律规定，犯罪分子不能担任企业法人。我没答应要何俊娟的钱，即使何俊娟通过其他方式偷偷录音也没用，说给钱的事情都是何俊娟在自说自话。何俊娟听懂了我的话，马上说道：谢谢陈先生，我开车回乡下老家，带着齐淑兰去办理了张银行卡，再让何俊娟手工抄了卡号。等收到转账之后，齐淑兰去学校上课，我则是去了精神病院找李主任，让他放魏军回家。我把齐淑兰的事情处理好之后，来到父亲身边。父亲看到我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我笑着说：爸，公司有个福利，安排员工带家属去港城玩，你从来没出去玩过，我就报了你的名字。几天之后我们到达目的地，我带着父亲像小时候一样牵着父亲的手，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玩。父亲的愿望这辈子我是没法满足了，我心里有点难过。陈大东很快就发现不对，其他同事都一起玩，儿子和自己单独在玩。儿子，你是不是跟同事关系不好？不是的，同事跟我关系很好，他们玩的项目你不喜欢，所以带你单独过来玩。爸那边在卖6合彩，我去买几注，说不定中大奖呢。不买，彩票都是骗人的。陈大东坚决抵制诱惑。我买了5注彩票，爸，要是中了头奖你怎么花？头奖500万吧，我给我孙子留着，1分不花，那是双色球。6合彩头奖不知道多少钱，是按总数的百分比来的。上一期如果没中，奖金会累积到下一期，连续几期都没人中，最高可能会好几亿。那要是中了6合彩头奖，我留1半给孙子，1半给曾孙。我又好笑又好气，这老头就没想到给自己花。晚上没事做，其他同事去喝酒，我在宾馆陪老爸聊天，电视机在放着6合彩开奖。老爸听不懂电视里说什么，一直在跟我说着老家的事情。当最后一个数字开出来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有点疑惑，730012606533012542，怀疑自己中奖了。打开包，找到几天前买的6合彩，反复对了10几次，中了2张，一张是特等奖，一张是1等奖。我呆住了，我想大喊大吼大叫，这老天，这狗老天，只给自己留下5个月的时间，偏偏让自己中了6合彩。我看着电视机，看着节目主持人激动的表情，真想把电视机砸了。第二天最后一天活动，公司没统一安排，让大家自由活动，于是我跟父亲说，爸，你在宾馆等我，我有事要出去2个小时，去吧。我刚好想多休息，我则是直接去了兑奖中心。我买了5注彩票，竟然中了2注。兑奖的工作人员都很惊奇，验票、兑奖、交税，一套流程操作下来，总共10400万镑到账，折算成华国货币竟然有9亿多。我有种做梦的感觉，带着卡我不放心，又去银行查了，真的是这么多钱。我回到宾馆，老爸皱着眉头，大宝，你不是和同事去玩吗？同事购物去了，走，今天下午就要离开了，我们也去买点东西。我也不管父亲是不是同意，带着父亲去了港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，给他买了几身体面的衣服。陈大东问花了多少钱，我把总价缩小10倍告诉了父亲。陈大东露出吃人的目光，撸了撸袖子，想抽败家子儿子2耳光，能不能省着点？之后陈大东买了一大堆能带上飞机的零食，给你舅舅家、你二叔家、你姑婆家、你表叔家都要带点，太少了不够分，这么难吃的东西必须让他们尝尝。而我则是去免税商店给杨梦雪买了个包。我回家前期杨梦雪精神明显好很多，饭后陈大东回家休息，我和杨梦雪假装去楼下散步，我边走边说道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们都离婚了，你没必要这样，你对我越好我越害怕。我有个同学叫古小游，我们小学和初中都是同班同学，关系一直非常好。古小游以前也住东升小区的，后来这边拆迁，他家得了一大笔拆迁费，搬走了。他爷爷在我们现在这个小区买了房子。我静静的听着，不知道杨梦雪怎么扯这么远。古小游的爷爷至少10年前就得了肺癌，第8医院说这老人最多能活3个月。后来他们家找了个老中医，古小游的爷爷每个月都去找那个老中医看病，老人家到现在还活着，身体非常好。杨梦雪终于说到了重点，你是说那个老中医能治好肺癌？我心头火热起来，我真不想死，没治好，但是也没恶化，那还是算了，天天躺在病床上，不恶化也跟行尸走肉没两样，不如不治。我不喜欢自己下半辈子都在医院待着。不是的，老人可以正常生活，自己买菜做饭，他就在我们小区。我跟古小游约好了，周末带着你一起去看望他爷爷，顺便问问老中医在哪里。杨梦雪说，我心中升起希望，梦雪，谢谢你，如果能控制病情，我们就复婚，行不行？我想了想，那套房子如果你不想卖，就直接把我名字去掉吧。我没有直接回答复婚的事情，杨梦雪依然很开心。第二天午饭之后，陈大东坚持要回农村，我出去旅游一趟，买了这么多东西，要赶紧送出去，于是我开车把父亲送回了乡下。刚下车，父亲就叫着要把东西拿出来，我停好车，和父亲一起往车里拿东西。没多会儿，舅舅和舅妈提着几只鸡过来，齐淑兰也跟在后面。陈大东得意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港城买回来的，我则是把那张银行卡给了齐淑兰，没给舅舅说里面有多少钱。舅舅和舅妈2人也没在意。我说道，淑兰，这是哥哥给你的零花钱，以后不准找舅舅和舅妈要钱。舅妈开心地说，别把淑兰宠坏了。这时陈大东的电话响了，电话里传来唐一富的声音，大东哥，我听说晨晨回来了。对，我和晨晨出去玩了1周，还坐了飞机，来回路费就7000块呢。晨晨没回魔都吧？没回就好，我马上过来，有事找晨晨。我等了快1个小时，崔永乾才出现。唐一富好，
我说道。晨晨，总算见到你，大志又惹了麻烦，你要不帮他这辈子都完了。崔永前哭丧着脸，一副世界末日到来的样子，我吓了一跳。这个崔大志从小就莽撞，不会借网贷了吧？大志怎么了？他出车祸了，开车的时候把人蹭破皮。大志这孩子胆小，开车离开。这个人记住了车牌，已经报警，怎么办啊？崔永前焦躁不安，肇事逃逸的确不对。听说只蹭破皮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对方多大年龄？没多大年龄，20多岁吧。那没事，蹭破皮不是什么的大事，我放下心来。20多岁的人破点皮几天就好，大不了赔对方点钱。是啊，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事，但是对方不讲道理啊，非要让大志坐牢，估计是讹人，赔偿点钱吧，花钱消灾。难，他们已经报警，我们也接到警察电话，让最迟明天去。晨晨，姨父现在就只能求你帮忙。姨父难过的哭了起来，我安慰唐姨父，姨父没事的，这种小事情不会坐牢的，不会坐牢就好。大志打算去考公务员，这个是黑点，怕影响他考公。对方应该知道大志想考公，趁着这个机会想讹钱。是啊，所以姨父想让你去顶包，你不考公务员没什么影响。唐姨父说道。我一愣，顶包是违法的，你别把小事情闹大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，干嘛要去顶包啊？这不傻吗？没事的，最多坐几年牢而已，3、5年就出来，影响不大。那个老人已经死了，不用担心后续的事情，医疗费什么的我们出，你只管顶包就行。我发现不对劲，什么老人已经死了？大志撞死人了？你不是说只蹭破皮吗？活的那个人只蹭破皮，另外一个人年龄比较大，被撞成重伤，去医院路上才死的，非要赖皮说是车撞死的，明明就是医院抢救不及时，关大志屁事。现在的人看你有点钱就想讹诈你，要不是大志喝了点酒，根本不会发生车祸。哎，乡镇的公路太差，养路队的人都是吃屎长大的，收养路费从来不手软，就没见他们好好修路。如果路好，怎么会发生交通事故？真的想找养路队的人赔钱。唐姨父说的话让我彻底懵逼了。你是说大志喝了酒，酒后驾车撞人，一死一伤？他考公务员，分数全县第3名，心里一高兴就喝了几口酒。大志看到人过来有点慌，加上路不好就发生车祸，根本没撞人，是遇到碰瓷的。那2个人肯定想碰瓷，都是什么人啊？车开过去都不知道躲，新车呀，防撞杆都被撞坏了，修车不知道多少钱。大志那么善良的人，没啥经验，遇到这种人真是倒了血霉。人倒霉喝水都要塞牙缝。这个事情过了之后，我得去拜菩萨。唐姨父喋喋不休，听得我目瞪口呆。我说道，姨父，他这是醉驾，不管撞没撞人都要被判刑的。他考驾照的时候难道没学科目1吗？屁的科目1，他色盲，国家根本不给他考，体检都没通过，哪里来的驾照？说白了就是欺负人，歧视身体有缺陷的人。大致是没学过，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喝酒不能开车。我们国家教育太僵化了，很多条款都不人性化，人家国外人性化执法。唐姨父的思路相当飘逸。姨父别说了，你这事情我帮不了忙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我怕继续听下去会忍不住踢这个唐姨父2脚。晨晨，你飘了吧？这点小事情都不帮忙，大家还是亲戚呢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小时候我还经常抱你，你拉屎拉尿到我身上，我从没嫌弃过你。你弟弟有难你都不帮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？读书读傻了？学校怎么教育你的？不知道亲情很重要吗？大东哥，你教育晨晨，不能让孩子这么冷血。陈大东也来劝我，大宝大志的事情，你要是能顶包就去顶包吧。什么叫顶包？陈大东觉得顶包这个词语很时髦，我把什么叫顶包给老爸讲了，顺便说道，如果我去顶包，估计10年起步。陈大东秒变陈大怒，崔永前，你儿子是儿子，我儿子不是儿子，你凭什么要让我儿子去坐牢？你儿子又不考公务员，怎么就不能坐牢了？这个事情说到中心浩央都是你儿子没理，连坐牢这点屁事都不愿意顶替，真有什么事情根本没法依靠你种冷血亲戚。陈大东，我看你也飘了，有大学生儿子了不起，我儿子也是大学。陈大东气得没有言语，谁敢害我儿子，老子跟他拼命！2个男人差点打起来，舅舅拉着崔永前，舅妈拉着陈大东，要不拉着，这2人都准备动手，要把对方教训一顿。哥，你别去顶包。齐淑兰拉着我的衣角，怯生生的，有点害怕那个唐姨父。崔永前看到齐淑兰，像看到了宝贝。淑兰，你多大了？我记得你今年读高2。齐淑兰往我背后躲。淑兰下半年读高3，明年高考，高考后就18岁，是大人了。舅妈自豪地说，在农村，女孩子读高中的不多，能参加高考的几乎没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让淑兰去顶包。淑兰比晨晨更适合。淑兰未成年，撞死人都没关系，不用负担刑事责任的，最多罚款。太好了，淑兰，走，马上去姨父家。崔永前笑开了花，连续说了3个太好了。我像看弱智一样看着崔永前，不行，淑兰不准去顶包。舅舅和舅妈也马上拦住崔永前，淑兰明天就要去学校上课，你们2口子也真是的。淑兰是女娃，将来是要嫁人的，考上大学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别人家的人。淑兰去顶包，我给你们3000块钱，不，我给6000，录完口供再去上课，不影响的。淑兰成绩好，1天2天不上课，照样考大学。崔永前想起6000块，一阵肉疼，算了，就当6000块喂狗。舅舅和舅妈直接拒绝。崔永前一边训斥齐淑兰的父母不顾亲戚关系，一边提高价码，10分钟不到，从6000提高到了9000，最后好像割肉一样说道：1万，最多1万，不能再多了。舅舅和舅妈相互看了看，还真有点心动。1万块，去警察局录个口供就行，这种钱赚得太容易了，机会难得。淑兰，你读大学的学费都够了，走吧，你未成年，又是学生，国家重点保护对象，放心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崔永前越说越兴奋，眉飞色舞，然后转头鄙视陈大东，没有你儿子，我照样能搞定。齐淑兰脸上浮现出悲伤的表情，我拿出手机晃了晃，姨父，舅舅，刚
刚刚我手机在录音，你们要是让舒兰去顶包，我就去举报。你们是联合提供假证据，都会被判刑，一个都跑不掉。舅舅，别怪我这个外甥心狠。崔永前当场跳起来，对我破口大骂，还要抢我的手机。舅舅和舅妈也觉得我不对，破坏了他们赚钱的机会。我看到齐舒兰默默的流泪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舒兰，你爸妈想让你去顶包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反抗呢？我说。齐舒兰眼神有点空洞。迅哥哥，你记得小时候我家那条黄狗吗？以前用绳子拴着，我以为怕黄狗跑了才拴着的，后来发现绳子断了，黄狗也没跑，可能那条狗也知道，即使它走了，也没人在乎。我在家里也一样，爸妈永远都关心哥哥，我也就比黄狗好点。我担心齐舒兰这孩子会得抑郁症，舅舅和舅妈根本就没在意，他们认为给小孩吃饱穿暖就算尽到父母的义务。舒兰，你明天去学校，我刚好也要去县城，开车带你。我没理那个唐姨父的无能狂怒，你们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人，真是不可理喻，都他妈的是什么人啊？我怎么遭遇到这种亲戚？我把你们的事情说出去，看谁还敢和你们这种绝情的人相处。崔永前怒气冲天，气急败坏，边走边骂人，一脚踢飞了路边的一个空瓶子。我默默地把崔永前的电话放进黑名单，跟唐姨父家的交情到此为止吧。第二天，我开车把父亲和齐舒兰送回之后县城，就独自一人回到了魔都。家里，杨梦雪像一尊雕像，坐在餐桌前发呆，不知道在想什么心思。我回来时，开门的声音把她吓了一跳。杨梦雪指了指餐桌上的铁盒子，古小游和我约好，明天上午来我家，他爷爷爱喝茶，我买了点普洱，打算送给他爷爷。熟普养胃。我想了想，差点忘记了。忘记什么？给你买了个包，放车里后备箱，一直忘记给你。我在港城给父亲买了衣服，也给杨梦雪买了个包。杨梦雪一听说有包，暗淡的眼睛瞬间变得有神，跟着我去楼下把包拿了回来。一回到家，他就把房间所有的灯全部打开，把包放桌子中央，拍照，去购物网搜索价格，然后发出被奸一样痛并快乐的惊叫：晨晨，你抢银行了，这包8万多！天啊，你这个败家子，老娘今天不打死你这败家子，天理难容！杨梦雪张牙舞爪扑向我，要把这败家子掐死。我提醒，声音小点，注意形象，听我提醒。杨梦雪忽然明白过来，你买的假货，高仿，对不对？我淡定地说，对。现在知道我不败家了吧？杨梦雪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，瞬间觉得包不好看了。多少钱买的？不记得价格，购物小票在包里，自己看。杨梦雪漫不经心地拉开包，看到购物小票，再次尖叫起来：你会不会买东西啊？就这破包你花了7000多，朱明丽也买过2000出头，戴律师买的正品才3万多。我说免税店买的，比外面便宜。杨梦雪看到包上面的数字，发出比第一次更凄厉的惨叫声：晨晨，这是美元对不对？你买的是真包，上面写着7199美元。说完，杨梦雪冲进卫生间，发出干呕的声音。我一边在脑子里鄙视杨梦雪，一边欣赏杨梦雪的惨状。没事，刚刚忽然想呕吐。杨梦雪说，可能凉胃了，别岔开话题。那个包是不是真的？是，送给你的。杨梦雪咔嚓一阵乱拍，然后小心翼翼把包放进购物袋子。你在干嘛？老娘发朋友圈，要你管。有包的杨梦雪瞬间变得高大上，气质都不同。我点开杨梦雪的朋友圈，发现这女人竟然打算转手卖掉，正品，网上售价88000，想要的87999。我低估了包对女人的吸引力。很快，杨梦雪的电话就响个不停，我听着烦，赶紧往卧室躲。不用说，肯定是杨梦雪那帮成天一起厮混的女人想要那包。我没躺10分钟，杨梦雪走进卧室，晨晨，收拾一下，古小游要来我们家，说现在去看望他爷爷。你不是说明天上午去吗？他顺便来看看这个包。杨梦雪不好意思地说，我不置可否，拿出药瓶，把剩下的药倒在手心，数了数，倒进嘴里，拿了杯水，一口闷，看得杨梦雪一阵难受。半个小时左右，古小游到来，古小游简单跟我打了个招呼，就开始对着那包拍来拍去，还提着包让杨梦雪帮他拍照合影。我有点郁闷，这女人不是说好要去看望他爷爷吗？看这情形是来看包的吧？两个女人唾沫横飞，讨论的热火朝天，完全忘记我在旁边。过了半天，两个女人走过来，古小游盯着我看，像在鉴定一个包，长得很帅，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眼睛虚浮无光，经常玩电脑吧，小肚子也有了，建议减肥，穿得太随意，无领短袖让人感觉你刚刚起床，短裤布料没质感，整个人显得老了10岁，怒气沉沉了。另外你的人字拖太损形象了，将你的帅气破坏殆尽。古小游点评完毕，转头开始批评杨梦雪，老杨，你老公底子很好，收拾收拾，出去绝对是一个帅哥，你看他这身打扮，完全是一逛菜场的抠脚大叔，我看了都想扔，完全没兴趣要。杨梦雪说道，别扯那么多，什么时候去见古爷爷？现在就去。我把口红弄淡点，我爷爷老古董，非常讨厌化浓妆的。古小游对着镜子一阵折腾，又是半个小时，终于三人走出门。到了之后，开门的是一个老人，我和老人都愣住了。晨晨，你来干嘛？满头白发的古明怒喝一声，都忘记孙女古小游在旁边，竟然是古明，老仇人古明，这让我有种荒谬的感觉。爷爷，你们认识？古小游说，他化成灰我都认得。古明嘴角抽动，整个人激动起来，我则大大咧咧地说道，换鞋换鞋，别挡在门口。进门换鞋，走进客厅，把茶叶往桌上一放，坐在沙发上，翘起2郎腿。古小游和杨梦雪也满肚子疑惑，看这样子，好像我跟古明相当熟悉。古小游去厨房洗水果，杨梦雪也跟着进去帮忙，留给古明和我单独交流的空间。古明坐在我对面，老人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你来我家干嘛？来你家干嘛？你孙女和我老婆是闺蜜，她知道我们住同一个小区，求我们帮忙顺便照顾一下你，万一你心脏病发着，我们可以提前给你订骨灰盒。你喜欢什么款式的？拼多多便宜，可以砍价。我回答。古明不断暗示自己别生气，但心中的怒火依然蠢蠢欲动，随时都可能爆发。古明说，到底什么事情？是不是要求我帮忙？找我帮忙可以，你去小区花园当众跪下给我认错，我老人家说不定心一软就答应你。我鄙视。
你得了吧，多大年龄了，活一天是一天，你还牛了？你没钱没权，就一退休老头，除了每月领退休工资，每天把食物加工成粪便，你有什么能力来帮我？对社会来说，你是负担，不是资源。目的定好了没？金山垃圾填埋场那边有块空地，要不要我找人帮你提前规划个位置？听我恶毒的语言，古明心中的怒气熄火，放下心来。古明不接话，看着我装逼，我有种用力打在空气中的感觉。古小游和杨梦雪洗好水果，端出来放茶几上，看到我和古明两人都不说话，有点奇怪。爷爷，你刚刚不是和梦雪的老公聊得很开心吗？怎么忽然不说话了？没啥好说的，我们是仇人相见，不发一言。古明说，我更正道，不对，没这个说法，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古小游安慰古明，爷爷多大年龄了，火爆脾气还不改。古明换了副慈祥面孔，小游你怎么了？爷爷好久没见到你，人瘦了。古小游先对爷爷的身体表示了关心，把老头哄开心之后，就问古老头，认识的那个能治疗肺癌的老中医在哪里？怎么联系？此刻古明心中雪亮，小游你是帮你同学问的吧？杨梦雪是古明小学和初中同学。对，古小游说道。古明眉开眼笑，得意的笑，是晨晨的家人。小游我给你说，交朋友是好的，但是有些人人面兽心，你要学会分辨。这个晨晨不是什么好人，少跟他交往。古小游正要说话，我插了一嘴，古老爷爷，我没跟古小游交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跟他认识不到1个小时。古爷爷受灭人心，心软着呢，随便你认识多久，我肯定不会把医生介绍给你的。说吧，病人是你什么人？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。古明幸灾乐祸，毫不掩饰。我闭嘴不说。古小游来打圆场，晨晨你别生气，我爷爷跟你开玩笑的，他人可好了，特别善。杨梦雪说道。古爷爷，晨晨得了肺癌，晚期，他才27岁，您就帮帮忙，把医生介绍给他吧。古明睁大眼睛，好像瞬间年轻了10岁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杨梦雪点了点头，激动地说，是真的。他以为古明会马上告诉他那个中医的联系方式。古明差点笑出眼泪，脸上的皱纹的加深不少，像一朵绽开的菊花。哈哈哈哈哈！恶人自有老天收拾。古小游提醒爷爷，爷爷先别笑，那个医生电话呢？直接说地址也行，救人如救火。不给，绝对不给，我要为民除害。古明说的斩钉截铁，我也不客气，不给就不给，说不定那个医生根本就是个骗子，吹嘘出来的。古明又生气了，要为他心中的神医证明。骗子？叶医生怎么可能是骗子？我得肺癌10多年，如果不是叶医生，我10年前就死了。我迅速找到对方话里的弱点，10多年都没把你病治好，这不是骗子是什么？古明气得脸通红，这是癌症，是肺癌好吗？我没做手术，没切除，10年没恶化，还有好转的迹象，你竟然说他是骗子？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敢不敢带我去当面对质？如果不敢，肯定是骗子。心虚。古明站起来，拉着我的手就要走，马上跟我去对质。叶医生那边每天都有很多病人，你要是敢当着他们的面说叶医生是骗子，我看你怎么死的！必须给我当众认错。我跟着站起来，老头忽然清醒过来，好你个晨晨，原来是激将法，哈哈，想激我？我老人家这么睿智的人，怎么会上你的当？杨梦雪给我使眼色，晨晨还不给古爷爷道歉认错？我假装没看见，杨梦雪只好自己主动道歉。古爷爷，晨晨脾气倔，您老人家大人大量，不用跟一头倔驴计较。古明接过话头，小姑娘，你老公不是倔，是坏。我们在那边跳广场舞，没招惹任何人，他倒好，跑过来一阵猛砸，把我们音箱砸了，播放器砸了，还要让供电局的罚我们的款。你说说，这是人做的事情吗？晨晨你凶啊？怎么不凶了？上天惩罚你，老天总算开了眼。古小游和杨梦雪这才知道我和古明结仇的过程。我淡定地说，老头，我提前给你说好了，你如果向我认错道歉，老老实实把叶医生的联系方式告诉我，我看在你年纪大的份上，也看在古小游和梦雪是同学的份上，我饶了你，否则我让你后悔终生。这句话让古明稍微平息的怒火再次升腾起来。我要是给你说了医生地址，我是你孙子，你等着。杨梦雪赶紧拉着我出门，再等下去，估计这老头没有因为肺癌死掉，会直接被我气死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杨梦雪说，对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如果是以前的我，一定会认错，向那老头承诺，他们要跳广场舞，随便跳，无论是为了少惹麻烦，还是为了自己的病，我都会这样做。但是今天我不愿意，因为我不高兴认错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委屈自己，我只做自己高兴的事。我说，先回家吧。杨梦雪觉得我今天状态不对，两人回到家，杨梦雪觉得自己应该照顾病人，去冰箱找了瓶饮料递给我，喝吧，降降火气。我说道，我这次回农村，看到牲口，忽然想，牛力气大，耐力足，能干重活，但是效率太差，马能跑能拉，耐力差，驴速度耐力都适中，脾气特别差，猪浑身都是宝，但是要宰了才能吃肉包皮，吃太少就不长膘，还容易生病。我就想，能不能进化出这样一种牲口，条件要求低，性格温顺，得了病自己治，能干活，效率高，最好少休息。我以为这个世界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生物，直到回魔都前一天，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。杨梦雪凄然说道，你的意思是，结婚这些年，你就是那个牲口，对吧？我没回答他。过了一会儿，古小游再次出现，满脸苦笑，晨晨，你也真是的，何必跟一个老人计较？我爷爷都70了。我回答，抵制不良习惯，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。古小游鄙视，得了，你后面有什么打算？没什么打算，房子我打算卖掉，以后不住这小区。我说，梦雪，你们这房子很好啊，小区配套设施好，房子又在小区中心位置，楼层也好，为什么要卖掉？杨梦雪不想让闺蜜知道自己离婚，没回答这个问题。走，我们一起去吃饭，新开的川渝饭店不错。饭后，古小游抢着付钱，被我
拦住，强行给了钱。晨晨，我跟小雪是好姐妹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从我爷爷那里找到医生的联系方式的。古小游拍着胸脯保证，不用，我能找到。我看上去胸有成竹，让杨梦雪和古小游两人都很奇怪。古明老头比我还倔，我不认错道歉，怎么找联系方式？第二天，古明和往常一样，很早起床，洗漱完毕，去小区旁边的绿化带健身走道上散步、买菜，回家做饭、吃饭，拿出中药开始煎，然后喝药、漱口，换上舒适的老人防滑鞋，带上老人专用公交卡，向小区门口公交站走过去。线路公交到站之后，古明上车，刷卡，找了个座位坐好，随便打量，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。我刷好卡，坐在古明身旁，问老头，就中午这么一会儿，你竟然做糖醋排骨？年纪大了，少吃点糖，血糖要注意的。古明看着我，你怎么知道我中午吃的什么？你跟踪我？对啊，我肯定跟踪你。我不但知道你做了糖醋排骨，还知道你几点起床，散步了30分钟，逛菜市场20分钟，怎么样？行踪全都被我掌握了吧？你现在是不是要去找那个老中医？古明气得不行，你要不要脸？我怎么不要脸？你跟踪我，我是跟踪你，你又不是18岁美女，说出去没人相信，你拿我没办法。古明站起身来，对着司机一阵喊：停车，我要下车。司机理都没理他，继续开车到下一站。古明气呼呼的下车，还没站稳，我已经站在他身旁。你今天不去看医生，别跟着我，小心我报警。你手机电够吗？不够我借给你充电宝。你报警吧，赶紧的。老头拿起电话想报警，最终还是选择放弃。我今天偏不让你得逞，不去看医生，我看你怎么着。古明收起手机，到马路另外一边，打算坐车回家。我紧跟着古明，真不去吗？小心病情恶化。两人只坐了一站公交就返回了家。后面几天，古明随时都能看到我，只要一出门，我如影随形。他终于爆发，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我被人跟踪。古明说，附近就是东升派出所。警车开到古明家楼下，两个警察敲开了古明的门。警察很关切地问，古明先生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你被人跟踪。古明推开窗，指了指楼下凉亭里玩手机的我，对，跟踪我1周了，我都没法出门，太痛苦了。那个人就在楼下，我们小区的，叫晨晨。我拿着手机玩得津津有味，都没朝着古明看一眼。警察一听我这名字，一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这就是报复，报复我让老爷子没法跳广场舞。古老爷子，你省点心吧，晨晨和你有矛盾，我们是知道的，你真没必要诬陷他跟踪你。大白天他在那边玩手机，你非要说别人跟踪你，我们当警察的也是人啊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总不能去把一个玩手机的人抓起来吧？更何况他也住这个小区，在小区的公共凉亭休息，这是人家的权利。古明气得嘴都哆嗦，你这个小警察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晨晨明明在监督我，跟踪我，给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。你们当警察的成天就知道干饭吗？你们的工资就是我们缴的税。两个警察相互看了看，知道遇到耍无赖的，暗中叹气，老人耍无赖，目前还无解。两位警察大哥经验丰富，已经有了解决方案。他们打开执法记录仪，和老人一起去楼下询问，晨晨先生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说你长期跟踪古明。警察叔叔说，我一看乐了。两位警察，我觉得好面熟啊，抽烟不？陈先生请配合一下，我们正在执法。再次询问，古明报警说你在跟踪他。警察一脸无奈，我说你们不是在拍电影吧？我跟踪古明，有像我这样跟踪人的吗？我坐在这里跟踪人，古老爷子，你到底是在耍警察，还是在侮辱人的智商啊？我真要跟踪你，我不偷偷躲起来，跟踪人都这么正大光明，我脑子有坑。我连续发问，问的也是警察想要问但是没敢说出来的话。警察要是这样问，估计古明要跳起来。古明在心中不断的说，不能生气，绝对不能生气，一生气就上了我这小子的当。两个警察也很无语，这老头明显不正常，肯定是上次砸音箱的事情。古老头恨上我，两人结了仇，看到我一脸无辜的样子，警察只能公事公办。古先生，我们没发现任何迹象显示您被这位陈先生跟踪，如果没其他事情，我们就要回派出所。本次报案处理完毕。另外一位警察义正言辞地说道，顺便提醒古先生一句，警察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，不是某个人用来打击报复另外一个人的工具，报假警是违法的。两人说完，关闭记录仪，打算收队。两位不抽支烟再走。我问，好啊，用香烟收买警察。古明终于反应过来，警察来执法的时候，早有人过来围观，此刻围观的人都受不了。老头跟熟人打招呼，递烟很正常吧？而且两个警察根本就没接香烟，你为老不尊，我看你还有几年可以活。那人说完就跑。古明想报仇也找不到对象，我很无语的说道，古老先生认为我今天在跟踪他，警察也在这里，完全可以调录像啊。我最近1周几乎天天都在这里坐着看书看手机，如果我真跟踪他，不可能天天跑到这里来看书吧？有个人过来作证，我连续几天都看到这个小伙子，他一直在这里看书玩手机。古明百口莫辩，大家都帮着我说话，大家不要被这个人骗了，他跟踪了我1周。围观的人全都受不了这个老头，你这个老头也真是的，别人说在这里天天看书，至少有1周时间，你马上就说别人跟踪你1周，你这不是打蛇上棍吗？对啊，太不讲道理了，好像你很有钱似的，你不会以为自己是什么大美女吧？别人跟踪你，我看啊，是这老头心理变态。各种议论纷纷，认为古明变态的竟然占了大部分。古明一张嘴，哪里说得过这么多人？有个年轻人说道，网上卖人皮面具，10几块1张，贴脸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，人家真要跟踪你，随便买个几10张，天天在你屁股后面转你都不知道。古明吓了一跳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们几个朋友闹着玩，买了好多张，你别成天一想别人来跟踪你了。古明见大家都在说他，打算解释2句，这个晨晨得了肺癌，我也得了肺癌，找了个老中医把病情控制住了。
10年没恶化。晨晨也想要那个老中医的联系方式，所以连续跟踪了我1周。古明说完松了口气，这下大家该相信他，谴责我了。众人都没想到还有这一层问题。我问道：我想要老中医的联系方式，你怕被我跟踪，给我就行，为什么要折腾这么多事情出来呢？古明得意洋洋地说：给你，做梦！大家看清楚，这个晨晨跟我有仇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把老中医的联系方式给他的。我问：如果你得罪了老中医，老中医不给你治病，或者给你乱开药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古明更加得意，老中医是医生，医者父母心，遇到病人肯定会治疗，只有道德败坏的医生才不给病人治病。我问：这么说起来，你不给我老中医的联系方式，是道德败坏？古明老脸一红，我又不是医生。我转向围观人群，大家这下明白了吧？1个月之前，古老先生在花园那边跳广场舞，有小孩子路过，我怕那个音箱漏电，就把电源拔了，然后就得罪了他。我在这里玩手机，他就报警抓我，说我跟踪他。古明冷笑：晨晨，你不要在这里颠倒黑白，你怎么不说砸音箱的事情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把老中医的地址告诉你。我还没说话，其他人都纷纷谴责古明：你不是得了肺癌吗？怎么不去死？希望病魔早日战胜这个自私的老头。他得了肺癌，别人也得，应该同病相怜才对。结果他倒好，连医生联系方式都保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无耻之徒。坏人变老，还是老人变坏了？我看这个古老头，两者都占，场面有点乱。古明被众人指指点点，首先受不了，躲回家里，再也不要求警察抓人了。2个警察让我签了个字，也开车离开。一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。我回到家，杨梦雪扔给我一双崭新的拖鞋，然后边拖地边说道：换鞋，今天来了好几波看房子的，有3波人看中，问能不能便宜点。我说道：我挂的620万，最多能谈20万，再多肯定不行。杨梦雪问：卖了住哪里？我回农村老家陪我爸。杨梦雪回应了一声，继续拖地。我想了想，说道：知道你舍不得这套房子，你也别难过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有了钱，买房子容易，卖房的钱我不要，都给你。杨梦雪过了好一阵，抬起头来，双眼通红。我不要房子，我要家。卖房比我预估的更快。第2天，在廉价地产中介冯大桥的帮忙下，卖家就谈妥价格，房子606万成交，家具什么的全送。卖房手续的办理需要一些时间，这房子我们还能住1个月。你不租房？杨梦雪问。不租房。过户手续办好之后，我就回老家。杨梦雪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整理好了2大包，叫了拉货的车，拉回娘家。古明这2天没看到我，他不但没放心，反而更加担心。买菜、走路，见到任何陌生人，他都觉得是我变的，甚至半夜推开窗透气，看到外面遛狗的，半夜健身的，他都认为是戴着人皮面具的我。这种日子简直就是煎熬啊！他实在忍不住，又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察很快赶到。晨晨现在伪装后，天天换面孔来监视我、跟踪我。警察，你们要抓坏人啊，把晨晨关起来呀！他至少买了50张人皮面具。2个警察也快被古明逼疯。古老爷子，行行好吧，我们当骗警的，每天处理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，你就不能正常点吗？古明当着2个警察的面拨打了市民热线电话，投诉这2个可怜的警察。警察不干事，老子给你曝光。市民热线是一个收音机电台，互联网的出现让听收音机的人群少了很多，但是依然有一些忠实听众，比如很多司机会听，因为市民热线随时会通到什么地方拥堵。2个警察哭笑不得。记者义愤填膺的上来采访，以为是警察不帮一个快70岁的老人解决问题。直播间的主持人、听众等等也非常气愤，在等待着后续结果。第2天，电视台把采访结果播放出来，本是市民古先生怀疑同一小区的市民陈先生跟踪他，因为他看到陈先生在他家楼下玩手机。经过记者调查，陈先生说他发现小区凉亭通风效果好，就连续几天在凉亭玩手机。是古先生多心。古老先生告诉记者，他得了肺癌，被一位老中医治疗后，病情得到控制，一直没恶化。陈先生也想要老中医的地址，因此长期跟踪古老先生。记者很奇怪，询问古老先生为什么不把老中医的地址给陈先生。古老先生说陈先生品行低劣，坚决不给，还说陈先生网上买了人皮面具，每天24小时不间断跟着他。随后记者采访了陈先生，陈先生确认自己患上了肺癌，也曾经想找古老先生要过老中医联系方式。陈先生还说了2人结仇的情况。古老先生喜欢跳广场舞，撕拉乱接电线，用小区路灯的电线连接到播放器上，当时有小孩子路过，差点触电身亡。陈先生为了救那个小孩，把电源拔掉，还向供电局举报了这个事情，因此古老先生一直怀恨在心。记者到最后也从警察那边看到了前几次的报案记录，确认陈先生没有说谎。电台播出之后，很多人打电话进电台，有人骂古先生自私自利、无耻，有人谴责跳广场舞扰民，还有人说他认识一位老中医，不知道是不是古老先生说的那位。没2天，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请问你是晨晨吗？我是，您哪位？我叫叶羽凡，你可以叫我叶医生。你是不是得了肺癌，而且是晚期？对啊，叶医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先别问怎么知道的，如果你相信中医，来延长路632号，我给你把脉。谢谢，我相信中医的，马上就过来。叶医生现在有空吗？下午来吧，来了要排队。这位叫叶羽凡的人似乎很忙，很快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思考了一阵，决定死马当成活马医，打算去看看。我来到他给的地址，正在犹豫，门卫就上来问：你找谁？我找叶医生。门卫说道：
道：“6楼603。”我到了之后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人过来，给我用一次性纸杯倒了杯水，请坐。我接过水，说道：“我是叶羽凡医生电话让过来的。”年轻女人微微一笑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就是痛打扰民恶魔广场舞的那位千面侠客陈先生，对吧？”我懵逼了，我是陈晨，我不是千面侠客。年轻女人没接话头，进到里面房间，很快走出来一位白大褂年轻男人，男人过来握着我的手：“侠客您好，我就是给你电话的叶羽凡。”我爷爷动作有点慢，估计等3个小时。我看前面也就10个人左右，按5分钟一个人的速度，预估1个小时，没想到要3个小时。我很奇怪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？我好奇地问。陈先生现在是名人了，电台把你的事情播出之后，有人找到我们，我去查了记录，发现真有一位姓古的病人，古明老先生一直在我们这里就医，他这个姓很少，因此知道他说的老中医就是我爷爷。网上很多人说你做了件好事，广场舞扰民的很多，我们小区就有。陈先生要是有兴趣，欢迎去我们小区降妖除魔。叶羽凡笑着说。